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。很高兴了，又到我们的产业分析时间了。继上个礼拜我们讲了IP 产业之后，那我们今天要正式的来介绍 IC 设计。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导播帮我们换一下图卡的部分。首先呢，我们讲 IC 设计 ，IC 设计在我们前面那个几集的时候已经各位介绍过，就是说它的特色呢，就是说它没有晶圆厂，那它只是做一个设计公司，所以是扮演一个脑的角色，也就是说它只要很少的资本额，然后只要它有设计的那个头脑的话，它这个地方就可以开了一个 IC 设计公司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再把那个机体电路 IC 这个地方的上中下游这个地方，那上游就是IC 设计的部分，它的特色就是说它是做IC 设计的研发，但是它不跨足制造。制造就由中游这个地方，就是像台积电这些公司来做，不管是自己做晶圆，或是用代工的方式。那下游的部分呢，就是封装测试这个部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针对 IC 设计这个地方来看哈，就是说它主要的产品就是它要设计出晶片，然后再交由就是说像台积电这些或代工，然后生产，交由晶圆代工这个地方做服务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说台湾 IC 世界市场的占有率，我们这一章你看过很多次，大概在台湾在世界占有率大概是22%左右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 IC 设计的介绍。好，那 IC 设计的介绍，这个之前呢，我们有跟各位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有大概简单介绍过，就是说 IC 设计呢，它是专门从事机体电路的研发，但是它不跨入制造，所以说它的核心都在脑袋之中，所以说它最主要的最重要就是 R&D 的设计 R&D 研发这一块。那最主要它要依照市场的需要，然后不同的用途、不同的规格，然后开发出不同需求的晶片。那所以说我们在比较 IC 设计公司的时候，就变成说这家公司的规划能力、设计能力，还有服务客户的能力，就是一个脑力的服务。所以说 IC 设计公司中，它比的是创意、功能、效率，还有省电，这些就是它的竞争能力。那我们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，就是说因为 IC 设计它的股本比较小，资本额比较少，所以说每家公司的情况不一样，有的是大公司，有的是小公司，所以这时候他们就需要分工合作。那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新的制程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就必须跟他们的上游 EDA 厂商这边买一些电脑所绘制的电路图，那有一部分呢，可能就需要细制材厂商这边供应一些模组。那如果说公司在更小的时候，他可能就直接给 IC 设计服务商这个地方呢，请他去帮做一条龙的服务，也就是说一直到晶片量产，然后就说拿到设计图以后再去量产。所以这样你很轻易的就可以比较出来，就是说 IC 公司它的 IC 设计这些公司，它的上游就是 IC 上游的供应商，那它是提供一些电路的架构或设计的模组，然后简单说就是卖出设计图或电路图，然后来给 IC 设计公司做一个使用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一章我们上个星期也跟各位做一个介绍过，就是说 IC 设计公司呢，它可以直接只拿 EDA 这个地方，也可以只拿IP 这个地方，或者就是说要求去做一个整体的 ASIC 这种客制化的服务。所以呢IC 公司拿到手的时候，有可能就是说是一个程式码，或是一个已经设计好的逻辑电路，或者是光照图形都有可能，就是每家 IC 公司的功能不同。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， IC 公司强在就是说它的市调需求，然后去预测未来的开发设计是不是符合市场的需要。如果是符合的话，那这家 IC 设计公司，那它可能就会大赚钱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IC 设计的股价常常是很容易呈现45度的上涨或是下跌，也就是说它到底有没有开发对它的产品好。那整个一条龙服务的话，就是说它 IC 设计公司它去做市场需求的预测，然后开发，接下来这些就算它全部外包好了，然后到了最后，它也可以要求像 ASIC 的这些公司去帮它去做光照，就是
带它去做一些光照或封测，一直到量产的时候，最后出货。所以说最简单的是可以做到这一部分，那剩下这些部分都可以视每家公司的情况。好，那我们就把整个开发IC 设计这个地方大概了解了。了解了以后呢，那还要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说这张图我们上星期也介绍过，说这是半导体的上游 IC 设计，就是在这一块，然后中游跟下游。但是呢，这个产业还有一个垂直整合厂商叫做 IDM 厂，好，它是垂直整合制造商。我讲一个大家就知道了 ，IDM 厂代表就是 Intel。为什么 Intel 它一直打不过台积电？因为台积电它就是专心的在做晶圆代工这一块，那就可以做专精的工作。可是 Intel 的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它上下游都有，那你去想想看，那你如果是 Intel 的竞争对手，你会敢把你的设计去交由给 Intel 吗？一定不太可能嘛，因为你们是竞争对手嘛。所以说在 IDM 厂这个地方，它就会有相对的这样子的问题。那所以说以台湾这样的生产模式的话，晶圆代工，然后这个地方需要比较多的大的资本额，那在 IC 设计这个地方会比较轻巧，那所以这样做起来的话，就会比较更分工、更灵活、更具有创意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讲了 IC 设计的基本面之后，我们来讲一下 IC 设计的代表公司的技术面。讲到 IC 设计，就不能不讲到 IC 设计的龙头股，就是所谓的联发科。那联发科它这家公司的特色就是说呢，之前呢随着那个市场趋势不断的创新，然后联发科也跟着推出不同的新晶片，然后带动消费者的需求，包括过去的蓝光 DVD、平板电脑，还有手机、智慧家庭、车用电子。那它这一段涨幅比较大，最主要是因为它的5G 的手机晶片已经得到国际厂商的品牌的认可，顺利打入了国际品牌厂商的供应商，所以这时候它的股价就是很明显的发动。那一样，我们如果纯粹从技术分析来讲的时候，我们在第3堂课的力道 K 线有教过大家，当股价冲过新高的时候，一定会带大量长红棒去做一个有效突破，同时很容易在回撤这个关键 K 棒这边的支撑力道，那支撑回撤不过以后，接下去就会继续往上攻。好，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，然后也跟大家做一个解说，就是说，当我们知道联发科过去的历史是这样子，大家都比较关心，就是说它到底是要回档1撇，还是回档1/2，那还是要就是回档会破1/2，这当然跟它的基本面有绝对的关系。那之前我有出作业，让大家自己去想想看，然后回去看一下我们之前有在技术分析第3堂课和第1堂课讲过的 N 型理论跟力道 K 线。结果呢，投资人就来信了，就是说希望我们能讲得更详细，不要叫他回去看那个什么影片，他觉得他找不到。好 ，OK， 我在想详细的一点。就是说呢，今天大盘在2022年7月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止跌的动作，我们并不知道这档股票它会形成一个是回档一个 N 结束了，然后接下去1、2、3、4高过新高，还是说呢在7月这边只是一个所谓的中继站，然后反弹结果不过1/2，接下去又变成下跌 N 型做一个扩大。大家现在有没有听到外面打雷声？就是配合我们这个下跌 N 型扩大这个情况，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。所以如果是以做多的投资人，他当然是希望 N 加 N， 可是如果以做空的人，他就是向下的 N 加 N。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同样是 IC 设计的股票，因为它的基本面不同，就有可能就是有些IC 类股，它业绩是持续看好，产品线是市场所需，它就会走一个上涨的 N 加 N。可是如果说它的产品库存调不好，市场需求减弱的话，它就可能会向下的 N 加 N。这时候你就会问我说，那到底你讲了这么多，怎么样我去判断呢？就用我们教大家的大家大概忘记了没关系，我们再讲一次当我这只股票要向上攻击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去找它的关键位置嘛。好，那关键位置的第一个特色就是说，
它多方不断创新高，也就是说，它虽然回跌了，比如说它从今年的1月份跌到今年的7月份，那它很容易在反弹的时候怎样过高嘛？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最近已经有一些网通类股就是这样的现象。那它过高的过程之中呢，它一定会以关键 K 棒，并且大量做有效的突破。如果只是一个长上影线或没有带量的话，那就是假突破，我们后续还要观察。那一个就是多方不断创新高，一个由跌势转为涨势。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大盘反弹，但是它还没过末跌高，就是2高的位置，那我们只能算是反弹。可是如果过了末跌高这个地方呢，就算是一个回升。当有效关键 K 棒出来以后，拉回又不破这个末跌高的位置的时候，就可以确定由空翻多，那就很容易形成一个 N 加 N。 那另外一种就是它下跌 N 加 N 以后，然后接下去它再反弹上去，过了末跌高还有波段高的时候，它就会容易展开45度的攻击。所以如果是做多的投资人请你不要问我你的股票后面会怎么走，请你自己去观盘去注意，先把你的关键位置找出来，包括创新高的位置，还有末跌高跟前波高这些地方找出来，然后看过关的时候是长红棒突破、正式突破还是假突破，那你就知道你应该买还是应该卖还是应该留了。 OK， 那如果是向下的呢，比如说现在市场上一片利空，告诉你说很多产品在对库存，包括了 IC 设计业这个地方价格也在降，那你说我手上如果有 IC 设计的股票的时候，我怎么知道它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？那很简单，那假设呢这个特定的日子，比如说关键位置前破低，我们假设是7月份好了，当它反弹不过1/2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小心。这时候你不是要去做卖掉的动作，就是要去做避险的动作。因为当它再跌破7月4号这个低点的时候，它就很容易以长黑棒跌破，那下跌 N 型就容易扩大。所以在空方不断创新低的部分，还有就是说在回档的过程中，它破了这个上涨的3低这个地方叫陌生低的时候，它也很容易以下跌关可以跌破，或者是说它跌破前波低点的时候，就很容易用关键 K 棒出来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当你懂了基本面，你又懂了技术面的话，你只要配合 N 型，然后再找出所谓的关键 K 棒的话，你大概就知道你的个股该怎么做了。OK， 那这就是我今天对于 IC 设计这个产业做一个简单的基本介绍。OK， 我想上完了今天 IC设计的课程，大家已经对于那个半导体的上游这个地方有一个约略的了解。如果有不清楚的部分，还可以去我们部落格看我们的文章。在到了节目的尾声，还是要提醒你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。我们下星期再见，拜拜。